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新一期播客，我是竹慧。长假过后，想必大家都已经回到工作、学习和日常生活的正轨上了吧？也许有人正满心欢喜地回到自己喜爱的工作岗位上，有人开开心心地回到学校见老师和朋友。当然，也肯定有人正面临着工作的重压，或者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考试而焦虑。同时，也可能有一些人像我一样，目前正处于失业的状态。坦白说，我已经失业半年了，听起来似乎挺有危机感的。一个30出头，算是步入中年的女人，居然已经失业半年了。这能不能算作是人生中的一种失败呢？让我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吧。大约2年前，我是一家知名保险集团的客服专员，可以说薪水和待遇都不错，老板和同事就更棒了，一切都很好。但是，我和现在的丈夫一直都希望能回到家乡工作。我们是同乡，从小就离家求学，所以非常希望能回到亲人身边。再加上当时我公公的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我们决定尽早回老家。当然，我们当时也盘算着找一份可以替代的远程工作，一边在家办公，一边慢慢适应新生活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刚回老家没几个月，我的工作就出了状况。公司改变了规章制度，所以我决定辞职。因为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我以前从事的行业在老家几乎没有招聘需求，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开始，转行做完全不同的工作。我曾经拥有的收入，现在大概只能拿到1/4，甚至1/5。那段时间，我真的觉得无比迷茫，不光是因为收入严重缩水，还因为感觉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价值也大幅贬值了。那时候我感到非常迷茫。我偶然读到了《纳瓦尔宝典》这本书，这本书给了我极大的启发。我突然顿悟了一件事，与其为了微薄的收入去妥协做自己不喜欢的事，不如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。就算暂时赚不到钱，至少它能为自己创造巨大的精神价值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的朋友会问我，对于当初回老家的决定后悔吗？我的回答是不后悔。我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认为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后悔。人们通常害怕分离，但最让人心痛的，往往不是亲人离开的那一刻，而是当他们还在我们身边时，我们却没来得及做该做的事，最终留下深深的自责和遗憾。是那些曾经说出口的伤人的话，是那些无意间的冷漠和敷衍。等我们回过神来时，却发现已经没有机会去弥补了。所以，对于一个从16岁就离家在外的人来说，选择回老家才是我绝对不会后悔的决定。我愿意为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，但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任何决定而后悔。如果那个选择让我陷入困境，大不了就抱怨一句自己运气不好罢了。人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对，我坦然接受为自己的认知买单，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已经拼尽全力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。我想，如果在我们的人生中注定要经历一些困难，那么我们应该感到庆幸，因为它们出现在我们还有力气去承受的时候。只希望如果有一天命运再次考验我们，我能选择另一种方式，
给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卷。也有人说，你需要学会原谅和放下，原谅别人也是原谅自己。但我却觉得不是这样的。我认为你不需要非得原谅或者遗忘才能继续往前走，你只需要做到不在意了，然后继续迈步向前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从来就没有100%正确的选择，而是你要用自己的努力让那个选择变得正确。请坚定地走下去，你现在走的路就是最适合你的路。正因为如此，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失去，而是曾经有机会却选择了错过。拼尽全力后的失败，从来都不是最让人伤心的。真正让人痛苦的是，我们亲手剥夺了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是因为当初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活出真实的自我，不敢尝试，不敢犯错，不敢踏上自己真正渴望的那条路，最后只能用余生去咀嚼那份遗憾。说到重新开始，在这失业的半年里，我找到了自己的热爱。31岁那年，我学了6个月的中文，后来因为主业太忙，就停学了。而现在，我决定投入100%的精力，全职学习中文。所以，最近我决定报名攻读中文专业的第2学位，不是考个证书，也不是自学了。就这样，一个30多岁的女人决定给自己出难题。这个决定算不算疯狂？现在才重新开始，会不会太晚？然而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兴奋感，因为与其在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领域里从零开始，我宁愿选择在一个我热爱的领域里重新起跑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曾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，正处于迷茫和谷底的状态，希望我总结出的一些心得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当然，对我来说，我现在的处境其实也没那么糟。我虽然没有了高薪，但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虽然不在现代化的大城市，但我能陪伴在最爱的家人身边。就像我曾经分享过的，人生就是各种选择，而每一个选择都需要付出代价进行交换，对吧？我个人认为，当一个人处于最迷茫的状态时，最明智的做法绝对不是去刷短视频，因为短视频里的信息量太大了。你在上面会看到很多成功、美丽、富有、学霸的人，或者各种快餐式的观点，让你陷入一个越刷越想得到更多的漩涡中。那时候，我们就会陷入那些极其忌讳的事情：没钱却想要爱情，不干活却想发财，不学习却想深度思考，不独立却想要自由。只要沾上其中任何一点，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。你必须先让自己安静下来，然后每天做好3件事：确定方向，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态，应该怎么做才能早日走出来。对我来说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书来读，琢磨一下别人是如何逆风翻盘的，然后应用到自己身上。问题不在于你读了多少，而在于你思考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到自己身上。第2，培养好习惯，绝对不要自我贬低或者产生破罐子破摔、听天由命的心理。好习惯才是你逆风翻盘的基石。坚持规律作息，培养一个好习惯，比如看书、跑步或练瑜伽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重新夺回了对生活的控制权。能够自我掌控的人，运气通常都不会太差。第3，
练就真本事，去找一项能赚钱或者能治愈自己的技能，别总想着一步登天。怎么找呢？回想一下你以前做过的事情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是别人需要花很多时间，而你只需花很少时间就能做得比他们更好的事。顺着这个优势去选择方向，比如你擅长写作，就去接写稿的活；懂外语就去接翻译。很多事情只要你感兴趣，就算没有经验，也可以边学边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会犯错，但错了就改。几个月后，你的心态若没有变得更强大，你的经验也会变得更丰富。如果能赚到钱，当然最好。即使还没赚到钱，你也已经创造了精神价值。大不了发现不合适，再换另一条路。反正是已经有了试错的流程，下一次肯定会做得更好。这样总比你什么都不做，天天漫无目的地刷短视频，让自己沉溺在焦虑和虚无主义中要好上10000倍，对吧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始终相信，任何年龄开始学习新事物都不算太晚。关键在于你是否有勇气去开始。无论是18岁还是60岁，知识的大门永远向每天坚持敲门的人敞开。小的时候，我曾多次听到这样的话：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？迟早是要嫁人的，读书多浪费钱啊！但正是这些话，让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：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，更是为了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，以及拥有对不想要的东西说不的自信。而且我坚信，当我们拥有了知识，我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，也改变了世界对待我们的方式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的新频道。因为住在老家，没有条件去上实体课，所以我报名了远程教育，因此我也就没有机会去教室里结交同学。于是我想开一个副频道，用来记录我的学习过程，和大家一起打卡学习。如果大家也想有个伴儿一起学习，请多多支持我哦。今天我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个人的事情，基本上是想到哪里就聊到哪里，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无聊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想听的话题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也非常期待能听到大家的故事，因为你们就是我巨大的精神支柱。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学科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陪自己想陪的人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过自己向往的生活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